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你应该还我300块钱才对啊！神经病！喂，你休想走啊！还钱！还什么钱？你还不还钱？我就是不还！我叫你还钱！还钱！冷静！冷静！冷静啊！这是神经病！嗨，沈先生，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记得。这么快就清理房子啦？是啊，我怕家里的东西太多了。那倒是，免得搬家的时候来不及收拾。是啊。哎，这么好看的全家福，怎么要丢掉啊？爸说不要，叫我把它给丢了。哦。你今天来是有人来看房子吗？是啊。那就拜托你尽快帮我把房子卖出去。我会尽力的。不打扰你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好的。谢谢你啊，没得不了。你考虑看看，我们保持联络。拜拜。不用送了。啊，好，慢走啊。他好像没有兴趣哎。不用担心，屋子一定会卖出去的。我会安排其他买家过来看。哇，什么时候动手术啊？后天。保佑啊！前几年我们全家到云顶西湖湾的时候，不是买了一个瓷盘吗？哦，你是说有我们全家福的瓷盘啊？哦，对，我想把它带去你哥的家，可是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。这么好看的全家福，怎么要丢掉啊？哎呦，那么小的一件东西，哎呀，为什么要去搬去那个地方放？不要紧了，爸，反正放在那边也是暂时的。等我买到新家，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过去 ，OK？好，那也好。这个 project 3年后就可以入住，这里的环境清幽，附近就有一间名校，你们可以考虑让你们的孩子在那边念书，这样小朋友上下课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。听起来很吸引人，不过你们有什么顾虑吗？这附近没有地铁站，最近的巴士站也要走至少10分钟，我们都不会开车，没办法接送小孩。如果孩子没考上这间名校的话，他以后上学就会很不方便。是啊。哎，小弟啊，安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送了。谢谢你，再见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安哥，你是要看公寓吗？我考虑。你们这里是每天都开哦？我们早上10点开到傍晚6点。哦，你几岁了？结婚了没有？我今年27岁，刚结婚。很好，恭喜你。你有孩子了吗？要生就要趁早，年纪越大，照顾孩子越辛苦。好，知道了。那安哥，你有几个孩子呢？3个，我最小的孩子刚刚大学毕业。哦，那你是不是要买公寓跟他们一起住？没有了，我自己看看，参考嘛。你要我带你参观收入吗？没关系，我下次再来找你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消息？又吃鸡蛋了。林博的房子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很好。我今晚会约他们去签 OTP，他们挺满意林博的房子的。我介绍他们申请一些津贴，他们马上就答应要买了。啊 ，Mr. Dan， 什么事吗？闹鬼 ？Mr. Dan，Hello？ 怎么了？买家说网上流传林博的家闹鬼，怪我没有事先告诉他。就在里面。何方有你，快现身！怎么会这样的？那天
我感觉有人在林婆家外，可是我转过去看的时候，只看到一个身影闪过，可能是那时候被偷拍的。你觉得会是谁做的？难道是烟？你怎么认定是他们？这间房子烟也在卖，也许他听到我的买家有兴趣，就故意陷害我，让我卖不出这个房子。你为什么叹气？你也有心事啊？你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，这叫父子同心。林伯的家现在闹得那么大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卖。卖不出就不要卖咯，少卖一间又不会死。你看你，总是这样。如果这句话被老板娘听到，我看你怎么死。哼，反正我已经死很多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啦。我有客户找我，我去接个电话。Hello。老板娘啊，老板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今天没见到老板的？我老公出国了。老板娘啊，我写了一个新的段子，我可以讲给你听，这一次保证很好笑的。建哥，我跟老公都觉得你不是讲脱口秀的料，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老板娘啊，就算是很有才华的发明家爱迪生，也要经历至少100次以上的失败，才成功让灯泡亮起来呀。更何况我都还没有机会讲100次的脱口秀。真的不用了，我们已经找到比你更优秀的人了。我叫 Jason 杰森，因为我爱省，所以我喜欢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收在家里。你也是对不对？有人说过，好人一路平安，健健又康康，上天一定会疼爱你。我也不例外。有一天，我以为上天来眷顾我，睡梦中我看到一束光，哇，感受到一种温暖。我开心地打开我的眼睛，才发现原来不是佛光，是我家被烧光。哎，大家都说老天给你一些东西，也会拿走一些东西，这个我完全同意，因为他拿走了我唯一的40块钱，还只留下一层灰，让我脸灰灰啊。Hello， 还认得我吗？哦，认得，怎么这么巧在这边遇到你？对啊，我以前也在这里讲脱口秀的。哦，原来你也喜欢讲脱口秀的啊。现在生活这么苦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笑话来放松心情嘛。没错，我记得那天街头的表演没什么人捧场，是你鼓励我，要我好好努力下去，谢谢你了。不必谢我，我是真的觉得你蛮有天分的。以前我一直觉得脱口秀的内容一定要源自生活，没想到你用虚构的故事也能吸引这么多观众啊！其实刚才的故事不是虚构的，我的家真的被烧了。哇，原来你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啊。对呀。哎，小俊，小心烫。先吹一吹，然后慢慢吃，知道吗？小俊啊，这是爸爸的朋友安哥好。Hello， 小俊你好。安哥好，你好。乖，慢慢吃啊，小心烫啊。你儿子的眼睛，就是那场火灾，那一天小俊一个人在家里，准备用微波炉弄热他的晚餐，怎么知道微波炉突然间爆炸？幸好邻居及时把他救出，虽然伤到了眼角膜，至少还保住了一条命。爸爸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我真是一个失败的爸爸。千万别这么想。你的孩子看起来这么坚强，这么懂事，你应该跟他学习呀。你说的对，爸爸一定要比你更坚强，才能够好好的照顾你。对了，火灾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大概1个星期前。那过去1个星期你们就这样住在这里，不会危险吗？民防部队还有警察都来检查过，觉得房子的结构没有损坏，可以继续住下去。水的供应也没有问题，只是电力被切断，所以要畏惧小俊每天都要冲冷水澡。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找人装修呢？没钱啊，前阵子被裁员，过了40岁找工作也不容易，还好有一些善心人士捐了这些家具。
还有基层组织来到这里帮我们清理一下，勉强还可以住下去。可是这样也不是办法啊，尤其你有小孩的。那白天你去工作，把小娟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她眼睛又看不见，你不担心吗？就算担心又能怎么样？我们穷人还有什么选择权呢？这是我们本店最受欢迎的款式，很多家庭都很喜欢这一款。好吧，就要这一套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帮你看看有没有货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要是被蛮民发现有人免费帮人家装修啊，哼，你就惨了。怎么惨都不比Jason惨。他的房子被烧得黑黑的，儿子也因为这样眼睛失明了。我看了真的很不忍心啊。哼，你又不是很有钱，还免费帮人家装修，我看了也很不忍心啊。那你可以帮忙出钱呢，我不介意的。我没有你那么伟大，我的钱还要养我老爸。易水宽，你要的材料我都帮你找到了，定金也给了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要装修 ？Hello， 哎，Tommy， 真的是你啊？好吗？哎，郝建，好久不见了。是。老板，你刚才说的这个李水宽，他是不是有给你什么设计图啊？啊，有啊。可不可以看一下？啊，可以。这张图真的是我画的？对呀。他说他自己设计的。哼，见鬼了！这个人明明是来骗设计图的。我也被他骗了，他要我帮他找最好、最便宜的材料。我几乎跑遍整个新加坡，帮他搞定了，他却嫌我贵，不要我装修了。你没有和他签合约吗？每次要他签合约，他就跟我耍太极，说什么给了我500块就跑不了啦，等材料到齐啦才跟我签约。哇，他对我们也是耍一样的手段呢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那天我把他掐死，就不会连累到你。我去找他。哎 ，Number One，你不要乱来呀！喂，你真的要去找人家呀？乱来，那就别跟了。喂，小丽，哎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做坏事的人是他，又不是我们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？你看过做坏人还有敲锣打鼓的吗？冷静点，搞清楚敌方的势力再决定战术 ，OK？ 你们2个先去吃饭，一直这样脚不停啊，人家邻居 complain 啊。45分钟啊，就回来啊。啊，应该不是5楼了，应该是6楼了哦。啊，哪里呢？那2个好像是非法入户。快，尽快啊，要不然我不可以开工。帮忙一下 ，OK，Thank you，OK，见鬼啊！这个混蛋骗了我的设计图，骗了Tommy的材料，现在连 contractor都不肯请，还找非法劳工，好贱！你们2个可以快一点嘛！哎呀，快一点，可以快一点嘛！哎呦！哎呦，小心啊！弄坏了要你赔。哎，手脚快点啊，赶时间。是啊。请问可以给我看一下他们的工作准证吗？准证啊？没有了。麻烦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那个 Mr. Lee 虽然可恶，可是举报了他，也连累那些非法劳工被抓。他们其实很可怜的，只不过想讨口饭吃而已嘛。Boss， 如果饭全部给非法劳工吃了，那合法工人吃什么？韩国万，你的手艺真的超棒！我吃过那么多臭豆腐，还是你的最棒。真的哦，那以后你想吃哦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我再炸给你吃了。真的吗？
哦，那 housewarming 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准备2盘？我有好几个同事也很喜欢吃臭豆腐。我会把材料费还有人工费补给你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啊，你不可能啊！炸一点臭豆腐给你，就收你的钱，那我还是人吗？不用补钱给我啦，到时候我再炸多几盘给你，就当做是恭喜你新机入伙了。谢谢安哥万。不客气。老万，你带臭豆腐来啊？你这样会吓坏我的顾客的。不好意思刚才忘记开门让他通风了。啦，这个是孝敬你的啦。这样还差不多。我也要。sorry， 包包被你弄脏了。sorry， 不是故意的。你这才用几天，你不能这样用力擦，油脂会越扩越大的。啊！莉亚，包包给我看看。sorry， 阿 B。你这个包包哪里买的？哦，是我朋友推荐的网络卖家，他卖的包包啊比市价便宜10%。莉亚，你这个包包是冒牌货。啊！我付了18000哎。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很多人跟他买了，他还担保全部都是真货。是吗？你不信我给你看他账号。那。Robert， 怎么会是他？你们认识他？他是我们顾客 Madam Ang 的干儿子。我之前发现他帮 Madam Ang 买的那些名牌包也都是假的，他说是帮 Madam Ang 省钱，原来这是他私底下自己在卖的假货。我现在打给他。自己干妈的钱都骗这种人还真狠。B， 他关机。我们现在去找他。等一等，他认得你。老万，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吗？Robert， 你们是？你竟敢卖假货给我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哎呀，废话少说了，你最好快点还钱了，要不然我报警抓你啊！你们听我解释，其实我也是被供应商骗了。早上有几个买家来找我，我才知道这件事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既然你也是受害者那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警察局报警了。来，等一下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供应商已经答应会赔我钱，2个月后钱就到账了，到时我会立刻把钱退给你。还要我等2个月？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偷跑掉？不如这样，到时我多赔你1000块，就当补偿你的损失，可以吗？老板娘回来了。B， 怎样啊 ？Robert 说他也被供应商骗了，已经跟他们要求退款。Madam Ang 家里那些名牌包，他早就知道是假的，所以不太可能是被供应商骗。可是他说供应商2个月后就会退款给他，到时候就有钱还我。2个月？我刚刚才把 Madam Ang 的房子卖掉，手续办完正好是2个月，到时候 Madam Ang 会拿到2000万。我怀疑他想私吞这笔钱。不会吧？他一直急着想把房子也卖掉，说要带 Madam Ang 去环游世界。我觉得这是个借口。听你这么说他肯定是在打这2000万的主意了，要不然不会那么客气了，愿意赔多1000块给莉亚了。可是房子是 Madam Ang 的名字，钱也只能进 Madam Ang 的户口，他拿得到吗？他是Madam Ang指定的授权人，帮忙处理他的房子和财务。他要动用Madam Ang户口里面的钱，简直是轻而易举。太可恶了，骗了我们，还要骗一个老人家。听了都心寒曼妮敏，你千万不能够让这种人得逞啊！如果我们推测的是真的，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。爸，
我的银行账号还有密码全部都写在一本蓝色的簿子上，我就放在衣橱最底的那一个，你要记得，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？我怕我醒不过来嘛。不要乱讲话。我是说真的，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事，不可以太伤心，知道吗？你再说，我老爸会生气的啦。沈宝佑，昂哥，怎么样？要去动手术了，是不是很紧张？你说呢？昂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换成是我一定是紧张的，手抖、脚抖、全身抖。躺在手术台上，上面那盏圆圆的大灯，照到眼睛都睁不开。等眼睛睁开来的时候，很可能已经下地狱了，那就真的是见鬼了。你是专程来吓我的？我是专程来关心你的。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万一手术失败，我可以帮你完成。有，如果我女儿醒不来的话，我就请你自打嘴巴100次，打烂你的乌鸦嘴。爸，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再有的没有的。那肯定不会发生，昂哥，因为他叫神保佑，神灵一定会保佑他的。Miss Sim， 我现在帮你打麻醉药。哦。Ready。Scalpel。BP dropping. You need to stop. I need time to get it back up. “一点点和一滴滴，都是你和我美丽的回忆。只有离又再相聚，是否注定永远会在一起？难道这就是爱情？有时甜蜜，有时又会伤心。你忘